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偏财超旺的手面相特征，轻轻松松挣百亿。财运的积累方式有很多，有的靠辛苦的劳动一点点积累，有的靠机运和才干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财富也越积越多，有的则属于发横财，例如中大奖或者财帛、炒股赚钱、一夜暴富等等。从命理的角度讲，将前两种需要自己努力积累财富的方式称为正财，而将最后一种方式称为偏财。通常来说，偏财旺运的人往往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够成为富有的人，所以是许多人都羡慕的好命人。但是这种好命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，这是一种福分的体现。那偏财旺的人都有哪些特征呢？如果没有这些偏财特征，又该如何催旺偏财运呢？下面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一下。一、偏财旺的人都有哪些特征？一、木星丘发达。正如风水中每一处住所都有一个财位一样，在人的手掌中也有一个财位，其所在位置便是食指根部，人们称为木星丘的位置。从风水学来讲，巽中包含辰、亥、巳，辰为水的木库，水为财，木库之位自然就是财位，并且巳是地户，亥是天门，地户代表结果，代表所藏，代表所得，所以在这里称为手掌的财位。假如木星丘生的丰隆红润，饱满不下陷，其人必定有很好的偏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挣大钱。二、水星丘、金星丘发达。在手相中，将手指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拇指根部称为金星丘，这两个部位也代表聚财。例如这两个部位生得丰隆凸起，而且肉特别厚，也容易得到偏财或者横财，或者说一些清闲之下自然得来的财，其人容易一夜暴富。三、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的新闻。太阳丘或者木星丘这两个部位，任何一个部位出现新闻的话，也是一种偏财旺运的表现，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赚来财富。假如太阳丘处有新闻，而且与婚姻线有连结，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。如果太阳丘处有新闻，且与太阳线有连结，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，赚取财富。只是这种幸运的新闻出现后，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得住，要看事前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得如何。四、手掌上有多条财运线。在手相中，将手掌无名指根部或者小指根部出现的竖向纹路称之为财运线，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、运气、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。这样的竖线出现的越多，代表其人的财运也就越旺，也象征着其人的财富收获不仅靠正财，偏财运同样也很旺。五、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。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将会发财，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，将能发大财。这种人多半是出现个例机遇而突然发财。六、左右脸大小对称，双耳不一高一低，左右眉不一长一短。可以对着镜子想象一条直线把整个头从中间分成两半，最好的情况是左右脸部非常的匀称，当然极少有人是完全对称的，但至少不要相差的太多。此外，有些人眼睛一大一小，这种眼叫做雌雄眼，非但不会减弱财运，甚至还会带来意外之财。七、鼻型丰厚饱满，鼻翼大小对称，鼻孔不外露，鼻上无痣。鼻子对财运影响很大，相书上说，问财看鼻，看鼻相可以晓得一个人富不富有。鼻相好的人呢，一生多财气，生活很富裕。那要如何才称得上是有偏财运的好鼻相呢？首先，鼻洞不能一大一小，或是鼻翼两边大小不一，否则恐怕与偏财运无缘。此外，鼻子要长得好，鼻头有肉，鼻翼饱满，即使无法拥有这样的先天优势，也要切记保持鼻子的光滑清洁，勿令其长痘或者受伤，也不要穿洞带环的，否则会破坏财库，令财气散去，偏财好运当然不聚。八、眉毛不杂，眉尾不散，眉毛不压眼部。
眉毛的末端有聚财的能力，越是聚拢，越是表明能够积攒钱财。例如眉尾疏散，表示这个人情绪容易波动，判定能力不强，心智不够成熟，30岁以前没有偏财运。此外，眉毛不能向下倾斜压住眼部，否则会挡住财运。9. 额头宽广明亮，有财有缘的人额头一般都宽广明亮，假如额头太尖太低陷，会影响财运的集聚。10. 颧骨突出，丰厚饱满，颧骨的高低对偏财运的影响也不小。两颧平陷的人即使能获得大笔的财富，然而也站不住，守财能力有欠缺。11. 耳廓形好，耳垂厚实，好耳朵是福气的象征，而财运常落有福之人，所以要让耳朵变得更有福气，不妨时时揉搓耳垂，在定点施压推拿，让耳相更好，耳垂更厚实，可增加福气。12. 口阔有收，俗话说嘴大吃四方，那些嘴巴大的人多心胸广阔，有气势，很容易获得财运青睐。可别光羡慕或者向往樱桃小口的秀气，即使嘴巴大方能吃住四方财，也代表此人有发财的基本运气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必须是口阔有收，这样才算是好的口型。假如嘴巴不紧闭，那么财运可能会光临，然而也跑得快。同时保持双唇红润，笑口常开，对偏财运也有很大的帮助。13. 手掌厚实且气色红润，手相看一个财运好坏，主要看手掌。手掌肉通常是越厚实越好，若是太薄太干的话，表示不容易赚到钱，或者赚到钱也守不住，几乎没有偏财的来源。此外，可以观察第一火星丘的位置，也就是食指下面靠近拇指的那一小块地方。财运来临时，此处会呈现红点般的气色，并逐渐聚成一片，愈大片表示财运愈好。当财运远去时，这一片好气色也会随之消失。有些人手上随时都有红润点的色点，有此手相的人一生多机缘巧遇，财运极佳。2. 如何提升偏财运？想要提升自身的偏财运，可以从多方面考虑。小江之下面主要从风水和生活两方面为大家介绍。1. 风水方面，2021年辛丑流年飞星中，代表偏财运的600武曲星入中宫，代表财运的800财星入正西方。2022年辛丑流年飞星中，代表偏财运的600武曲星入西北方位，代表财运的800财星入东北方。所以对于有求财需要的朋友来说，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常办公的地方，客厅或者办公桌面要保持整洁，井井有条，有利于提升偏财运。而家中的正西方或者办公桌的正西方可以摆放黄水晶球、金蟾等风水吉祥物，提升整体财运。2. 生活方面，古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提升偏财运也可以从这3方面入手。1. 从天时看财富运势，天时可指流年辛丑。对于丙丁火日出生喜金的朋友来说，2021年财运相对来说会比较不错。如果财运方面没有起色，那就要注意桃花方面。而对于非丙丁火日出生、八字喜金的朋友来说，2021年各方面运势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平顺，但不一定财好。而对于八字不喜金的朋友来说，如果今年有投资、炒股等意向的话，最好持观望状态，不要贸然入市。2. 从地利选出游方位旺财，地利可指有利于自己的方位。喜金者出行游玩以正西、西北为主，喜土者出行游玩以本地、东北、西南为主，喜木者出行游玩以正东、东南为主，喜火者出行游玩以正南为主，喜水者出行游玩以正北为主。多去自己喜用五行的方位，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运势，当然也包括财运。3. 从喜用看穿什么颜色旺你，人和可指穿着，通过日常服饰搭配助旺自己。喜金者可多穿白色系、金色系的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圆形、半圆形为主。喜水者可多穿蓝色系、黑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波浪条纹、梅花图形为主。
喜木者可多穿青色系、绿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直线、长方形为主；喜火者可多穿红色系、紫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三角形、尖形、多角形为主；己土者可以多穿黄色系、咖色系的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正方形为主。上述信息也适用于佩戴，像是包包、帽子、项链、手链、戒指等等。当然了，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不劳而获，即使中彩票了，也要填张彩票。而且，毕竟一个人的生活中，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以正财为主，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工作赚的钱最踏实，也最容易守住。如果真的有横财或者偏财的话，也可以将其看作是锦上添花，切不可当作主要追求的目标，生活才不会乱了章法，也会过得更有味道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从小拇指看命运，断吉凶，奇准无比。小拇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、尾指，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。别看它小，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。那么小拇指的长短、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？一起随我来看看吧。1. 小拇指长直。如果我们平时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更长的小指。这种人心思细腻，心灵手巧，很会察言观色，又因为小指同时在相术上也代表交流及沟通能力，所以这类人通常都有比较强的交际手腕，在社会上行走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俗语就是很吃得开。2. 小拇指短小。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，个性率真、单纯、无城府，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，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，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这种人为人仗义、耿直，对朋友能两肋插刀，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，但都是交心的朋友。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，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。3. 小拇指与无名指。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，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。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，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、幸福的生活。反之，若是有缝隙的话，夫妻2个人肯定经常吵架，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。4. 小拇指颜色。健康上来说，小拇指苍白，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；小拇指红中带青，多是肾虚、元气不足的表现；小拇指青筋毕现，多是泌尿系统不畅。5.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。1.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折主，其人心理细密，反应敏锐，辨现能力强，善于论辩，也善于讨人欢心，并且喜好研究事物。2. 小拇指指端为4角形折主，其人学识丰富，做事踏实，具有务实能力，信用佳，重责任。3.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折主，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，经济观念很好，善机变，社交能力好，人际关系佳，本能强。6. 小拇指的指纹。1. 小拇指有运约纹。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1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，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儿，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，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，一边在奋斗，生活过得很惬意。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，子贤孙孝，儿女绕膝，尽享天伦，富贵又安康，且后代卓有成就，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。2. 小拇指有侧纹。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，
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文。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，事业有成，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，不甘心落于人后，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，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，尽力赚钱。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，适当给自己减压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步入老年之后，更要放慢节奏，多锻炼身体，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，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。3. 小拇指为君纹。小拇指有君纹的人性格孤僻，脾气固执，不喜热闹，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，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，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，因此得以安享晚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，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，子女要多关心留意，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。4. 小拇指为辰纹。小拇指有辰纹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，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，不过中年以后，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，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。晚年之后，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，从此大富大贵，安享清福。由于他们心地善良，待人诚恳，有着极好的人缘，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，子孙孝顺，朋友围绕，加上他们喜欢旅游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。第2，掐指算命看吉凶，简单易学，奇准无比。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，将天干、地支、八卦、五行等，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。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？一些人没有算过命，但是在电影、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，都会凝神掐指运算。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。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懂的人觉得神秘，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个同许多江湖秘籍一样，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。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，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4指上掐点。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，也就是12地支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，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，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，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，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，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，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，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，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，戌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，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。此12地支在左手4指上转了一周，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，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，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，总计12个。位置很简单，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，如查实天干的旺衰、年龄的计算、12星剑、一掌经等都离不开指诀。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。比如来了个人说，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，问你是属什么的，你就可以在今年虚的位置上起1岁，顺数到子为11岁，寅的位置为21岁，辰是31岁，午是41岁，申是51岁，戌是61岁，子是71岁，隔位往下推。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，子为71岁，逆向推，亥是72岁，戌是73岁，酉是74岁，申是75岁。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就告诉来人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。若问一个人是属猴，今年70多岁虚龄是多少，你也用此方法推出。
在邵伟华著的四柱预测学也有详细介绍，请参看。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，我只是想说，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。老怕地旺，少怕衰，中年最怕死绝胎，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。行运玉绝一般都有事，像沐玉也为桃花，沐玉为裸体，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。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，不用万年历与排四柱，报出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，准确率很高。若与四柱同时运用，百不失一二。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：子为天贵，丑为天恶，寅为天权，卯为天破，辰为天监，巳为天文，午为天贵，未为天意，申为天孤，酉为天任，戌为天意，亥为天寿。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，月上起时。例如乾燥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，男命顺行，女命逆行。在寅上起年，顺数寅为1月，卯为2月，辰为3月。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巳，巳上起时顺数5至酉。此4宫为天权、天监、天文、天任，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。各宫的含义与四柱十神相很相近，具体可参看一掌经。用一掌经断人性格，我感觉非常准。12星剑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，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。如若在吉星上论吉，落在凶星论凶。12星剑是凶星多吉星少，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，穷人多富人少，不可能人人都吉。好了，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有此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。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，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、富贵贫贱的信息，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？那么在手相中，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掌纹深刻且清晰。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、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。掌纹杂多混乱，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2. 手财纹深长。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够发财或者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钱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3. 手如干将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4. 手掌肉厚、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、元气充盈、身体康健。受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腹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
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5. 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，可通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者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6. 财运线深且清晰，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，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7. 掌心凹陷，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，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晚年幸福安逸。8. 多财帛纹，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够享荣华富贵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有3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，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和生命等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和，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，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以上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。那么在手相中，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指缝过宽，在相学中，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。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也聚不住财，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。
缝隙越大，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，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赚不了大钱，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。2. 食指弯曲，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，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，需要常见用手劳动。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，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。相反的，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，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，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。3. 漏财纹，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4. 生命线断断续续，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，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，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，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。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，处事态度不够端正，体力不好，生命力不强，有贵人相助，但是本身运势很弱，生活单调无奇，没有生活情趣可言，耐心不足，自卑消极，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，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，生殖能力弱，子嗣较少。影响财运的手相有很多，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而已。小酱汁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个手相，但愿大家就不要再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